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大功率充电器的输入电路。这端是220伏输入，这端是接地线，也就是外边的大地。这两个是共膜抗干扰电容，这是保险，这是共膜抗干扰电感，这是一个继电器，这是一个插膜抗干扰电容。在继电器不吸合的时候，插膜抗干扰电容是不接入电路的。当整机不热的时候，也就是说温度达不到时，这个风扇也是不运转的。那么这个EV法的电容和电阻组成了阻容降压，通过这3个二极管整流，实际上应该有4个，省略了一个，然后通过这2根小细线，然后给我们的主板供一个电。因为我们知道阻容降压正常呢，如果后边没有分流呢，它能够达到310伏整流滤波以后，所以它是给后边供电的。当我们后边的电容充上来电，也就是说后边的大电容充的电大约能够达到负电源启动的情况下，这时继电器在吸合。继电器吸合以后，通过插膜抗干扰电容，通过共膜抗干扰电感，然后插膜抗干扰电容，这个是压敏电阻，然后加到了整流桥的输入端，这还有一个共膜抗干扰的电容，这样就完成了启动。那么我们今天要看一看什么呢？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插膜抗干扰电容是否费电。那么我们现在给它插电，我们这儿串了一个25瓦的灯泡。我们看，当前面继电器不得电的时候，我们这2个插膜抗干扰电容没有接入电路，所以灯泡是没有反应的。当我们继电器得电以后，我们看一下，这2个EV法的电容接入电路以后，我们的灯泡就被点亮了。所以说这2个电容呢，正常还是消耗功率的。所以说在不用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把用电器拔下来，以免浪费电。按原理说，电容属于无功功率，是不浪费电的。但是由于导线也是有电阻的，用电流的平方乘以导线的电阻，就是它耗散的功率。所以说我们在不使用的时候，特别比如说电磁炉之类的，我们要把它拔下来，因为这个插膜抗干扰电容还是浪费电能的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看具体电路图。这就是它的基本电路图，这是继电器，这是低压电源，输出12伏以后，继电器线圈得电，继电器吸合。在低压电源不能工作的时候，是由这个EV法电容，然后通过二极管整流以后，给这个滤波电容供电的。当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升到100多伏时，低压电源就可以工作了。这是继电器吸合。继电器吸合以后，是通过这端插膜抗干扰电容、共膜抗干扰电感、插膜抗干扰电容，然后经整流桥整流以后，再给大电容供电的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